差这么多呀？进化它有可以慢的，甚至这个进化这个词上，甚至好多人出现就导致在生物中间生活这个进化的时候，有的生物寻找高度智慧、高度复杂，方向反，另外人类就是现在非常的高度智慧、高度，但是有的生物呀，它寻找小孩嘛，追求这越近越好。细菌、病毒啊，它两个生物应该对生化都是在某种程度，现在人类复杂智慧多起，现在病毒极难多起，这个身体是混来混去的，但是意识它不混，就这思想意识不混，思想意识是唯一的，它就跟身体混来混去。哦，是。咱们地球上的就是包括人类也好，动物和植物也好，也都是进化来的嘛，不是从外星移民的吧？他说我们地球上这个是进化的，他是明确的。人民呢也有别的星球啊，也是人民的，有这种可能性，很小。但是我们地球也明确上，适度人民性的是闪电，跟闪电当中进化。闪电啊，他讲得很清楚。闪电在空气当中那个氮分子集中那个氮分子。制造复杂的这个大环境，就是那个分子比较复杂的一个背环那个分子，就是像氨基酸之类的，主要是背环，是那个族群背环。背环啊，闭环，主要是背环分子。背环分子有什么特点？发展到最后它会自我复制。生物这个最主要的一个特点，自我复制、自我重复信息，自我衍生，上一辈的信息重复给下一辈，这是最主要的。生活走不到这一步，它基本上不得，不然它一代或者它下代，对，人都不知道怎么进化。这也是把上一辈的信息的复制给下一辈，也是求生存的一个办法。这个政策允许的办法，就是把政策允许下去。是。就跟刚才说的螳螂和那个寄生虫似的，也是进化过来的，也是进化过来的。但是有时候就感觉人类跟其他动物明显是两种东西，因为人类的这个智商什么的，就是非常的高，而且又会团队协作，然后又会使用工具，又会逻辑思维、象形思维。那别的动物它不会呀，这怎么进化怎么差这么多呀？那进化它有快有慢的嘛，甚至这个进化这个历史上，甚至都好多人出现人的资料，就是当初在10多亿年前生物开始进化的时候。有的生物寻找向高度智慧、高度复杂方向发展，另外人类就是的，现在发展到高度智慧、高度复杂。但是有的生物呢，它是越相反的方向追求这个越简单越好。细菌、病毒，它两个生物之间都是强大的，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现在人类复杂智慧到极，现在的病毒极难到极，朝着不同的方向在发展进化。现在这个病毒在好多人民性，它甚至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物。在好多别的星是很大的生物，不是好多就是好多人性，甚至是一个很大的生物。但它逐渐简单化，越来越简单，越小越简单。为什么？它追求自身竞争。关于人类都是从非洲大裂谷走出来这个事，你怎么看？这个我认为应该是支持的，因为现在这个儿童学通过那个资源分析的，或者很容易做出判断。很容易判断。有的人就反驳，我写了个文章，有人反驳。那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发现原始人100多万人心，那你怎么解释呢？就原始人呢？我那时候的原始人只有一个人解释。什么人？原始人。原始人。我们地球上我们中国也发现原始人100多万人心，比那个非洲那时候早。但这个怎么解释呢？我这个解释很简单，他那个人能灭掉了，不存在的，我都后边。那个云南这种原始人灭掉了，咱们这些人还是大裂谷出来的那些。对，我们这个人呢是从埃及来过来的，埃及到中东，从中东到中原。为什么这特征这么明显呢？因为在埃及那个文明的时候，自信的文明呢，埃及现在找到的文物呢，这么中国呢，在那个民族呢也找到了个文物，也就是说我们那个中国有祖先是埃及过来，埃及是哪里过来？埃及是从北边。现在有一支尼朗呢进入到欧洲，说到了一个欧洲人呢，也是从非洲过来。您认为那个就是像比如说金字塔这种东西，它本身就是一种，据说有很大的能量之类的，或者说，这个你不行。也有说是这个是跟外星人联络的工具，这个。可能是外星人他不可能搞那个，也不可能是外星人寄的。他们不可能到地上搞一大金子，他们挖的都是虚的，苏红挖虚的，不存在土地是搞的。
那么我们光速不可以超越它背后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本质的东西在支撑这个东西吗？就是光色不变是光色不变造成的。光色为什么不变？我们在那个腾讯场内呢做的详细解释，就是光色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工作站周围的空间时刻是光色在运动。你一个灯是相对于我们是光色运动啊，你日间追上时间的，所以你的时间在我们看来，你的时间是零。你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你也追上空间了，因为空间本来就是光色在运动，你是光色运动，你所在的空间不存在，你所在的时间不存在，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更详细的解释，就是时间是什么？就是光色运动的空间。那我明白。我搞个别画一下。光色这个等式，自然是光色 c 等于一个空间位置 r。自然时间 t， 好吧？我们现在发现这个空间位置 r 跟那个时间 t 俩是一个东西的。本来是一个东西的。一个东西有什么一个特点？就是 r 要怎么变化，这个 t 跟着同步变化。对，为什么同步变化？因为它俩是一个东西。是我们因为认不得这个时间是什么，所以说认不得这个时间，实际上就是空间位置，把空间位置叫上另外一个名字时间，实际上它俩是同一个东西，同一个东西呢就同步变化。它一变化，它就变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导致它不变，导致它永远都是常数，都是一个常数。对，这就是光色不变的。相对论在说这个时空，实际上它是在讲一个时空的规律。对，相对论导致说光色不变，但什么原因他不知道。我们现在知道时间的本质就是光色运动的空间，所以光色运动的空间位置 r， 如果有什么变动，它的时间同步变动，导致它生成光色不变。是吧？所以说，但是这个光色不变，你一旦知道了，那你不来把它看死，为什么呢？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超光色，为什么能够超光？我讲个道理给你听啊，比如说一个外星球我们有100光年，它炸出飞碟整套一个星球的门，它到我们地球啊，我们地球人认为它要100年到我们地球，从那开始到我们星球，他们星球上人也认为100年才到我们地球，但是飞碟内部的人呢，认为1秒钟不到就到，因为它没这时间的。对。但是我们地球上人认为的100年，他们星球上人讲。你来回一趟，什么事都不干，你要200年时间。对啊。但是外星人他等不及，他用什么方法改变这种状态？时间时长。他们用什么方法？就是刚才讲的时空变相。就是他飞碟在起飞的时候，他把时间那个时差改变了，也就是他的时间流逝呢跟我们地球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出发到我们地球上有可能呢不要100年，1年就到了，或者是1个小时就到了。但是他到有个时间时差效应呢，他到过去了回来的话。那时间就更长，100年就不止了，这是反过来的。但是它采取什么方法？到我们地球上，它改变时差不重新改变时差，就是又把那个飞碟周围的那个时空又改变了，跟他们的星球形成一个正时差，有时间时差，他们叫时间时差效应。这个你书上写的也有。这个书上也写时间时差效应。它如果是正效应呢，它从他们星球上到我们地球本来是要100年嘛，结果它只要1个小时就到了。就他们把时间玩活了，就是正过应反过应。正过应就是流逝快慢嘛，基本上。所以说就感觉上说你这个就是速度本来超光速但是你这个光色呢，如果把这个时间那个时差效应剔除的了，它还是光色。但是你把它加上了，因为人家时间流逝不一样，你知道，就是你这个时间跟我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光色不变，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之内，它不是像速率那样的之内。实际上或者说光速发生变化或者超光速，实际上是在那种特定的变化的角度下，对的，它在某种情况下就是有光色是不变的。光色不变是什么？就是相对于我们观察的光色，它是不变的。我再做个简单的这个，就是有一个飞船是光色 c 朝这个方向走，另一个飞船是光色 c 也是光色 c 朝这个方向走的。我们地球的观察者，看它认为是光色，看它也认为是光色，但是看它俩相对的速度呢，就是2倍的光色，那就出现超光色了。也就是说，所有的光色不变是相对于我们观察的，都是相对的。相对于我们观察的。但是，一旦在时间时差效应的影响下来，它光色不变有改变的。实际上，在相对论它不一样认为，相对论是说这个还是仍然是 c， 它只是那个时空发生那个变化了。这个你讲的不太简单了，所以这种问题往往把人脑子搞混的人。你对那个能次平衡那个是不是叠加有很熟悉，你得知道。前辈，那比如说这个他们是正向的。那在这2个飞船上互相看对方也是2倍光速吗？那不是的，你看对方都是1倍光速。
只有我们看他俩上帝是的，他我们在他实际上自己他他感觉只是看到地方是上帝是只是光速，他看他也是光速。啊，他相对自己是静止静止的的，那个他看对方是1倍光速过来了，嗯然后他也是看着对方1倍光速过他看来了。他是光速，他看他是光速。我们地球看的两个互相速度是2倍光速。因为那个距离是一定的我们地情况下球之间是关心是它出现它到另一个关心是。嗯要是关心是的观察点，他看对光1倍光对不超过光速。明白了。这句话你讲明白还是不明白？因为什么？那人子比后，我对这个做了大量的研究过，我发现他都看起来就那么这个数学符号，他特别绕人，他不好理解这事。你那个你没学过那人子比后那个？学过没有？大学物理。我自己看过，但是我还没学过吧？就是惯性系和参照系的问题。参照系这个特别绕人头脑的。但是相对论推出爱因斯坦推相对论基础就是洛伦兹变化。对，那人子变化是他指那个绕人头脑的，不是脑子归个绕混的。实际上看似简单，但它看简单，很深奥，非常深奥。你一不注意就吃了亏。